大家好，我是周文强老师，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演说亲子训练营。上一讲我们给大家布置了2个作业啊，我看了你们写的，说实话，周老师不是太满意。我来这里简单分享一下我们的作业啊。我们第一个作业是为什么你一定要成为超级演说家？我发现很多人他是用脑袋写出来的，他不是用心写出来的。你们想不想听一下当年周老师给自己写的我为什么一定要成为演说家？那个时候我刚刚创立培训公司啊，那个时候我们公司还很一般，才几个员工。然后当我下定决心要成为演说家的时候，以100倍、1000倍的这种状态在递增，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下定了决心。我告诉你们，在座各位，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儿，在没有做决定之前都很难，在做了决定以后都很简单。给自己狠狠的下个决定。当真的狠狠的下个决定以后，整个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像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叫《生死线》，讲的是一个抗日的一个电视剧，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然后呢，有一个连被敌人全杀完了，只剩下了一个班，而在那个班上有一个小班长，这个小班长是最窝囊的，那敌人来打都把他自己吓尿了。结果就他那几个人活了下来，他就跟他那个班幼儿说：“咱们赶快跑吧，咱们去找国军啊！”那几个人都不愿意跟他走，觉得他这个窝囊废啊。这一刻，他真的下了个决定，他拿出了一把刀，在自己的手上一划，划掉了3根手指头。他说：“我用我这3根手指头发誓，我一定会带你们活下来，找到国军。总有一天我们会重新打回来，拿回属于我们的地方，为我们死去的战友报仇。”当他拿自己刀把自己3个手指头割下来那一瞬间，在座各位，他那个班上所有人都被他震撼了，然后都跟他回去了。结果就因为他给自己下了一个狠狠的决定，他从一个普通的小班长，然后变成排长，变成连长，变成团长，直到最后变成一个师长，然后带着他的雄师重新夺回了他当年的那个房地。他整个命运完全改变了。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这个段芷将军是当年在抗日战场上一个真实的故事。所有的事儿在没有下定决定之前都很难，所有的事在下定了决定以后都很简单。发自内心写，而不是流于表面用脑袋写。我记得当年我在给你们背这个课程的时候，我拿出了我当年的笔记本，你知道吗？我看到了当年我给自己写的10大理由，我为什么一定要成为演说家。因为我帮助曾经跟我一样的人，因为我要让1亿家族实现财富自由、身心富足，因为我要让跟着我的兄弟们都实现财富自由，因为我要成为父母的骄傲，因为我要成为这个国家的骄傲，因为我要成为这个民族的骄傲，因为我要成为整个人类的骄傲。我要成为像马斯克、像马云、像史玉柱这样的人，我要成为像老子、像佛陀、像耶稣这样的人。所以我必须要成为演说家，因为演说可以倍增我的时间，倍增我的人脉，倍增我的影响力。所以在座的各位，那是发自内心的写，不是流于表面。真的，各位，当我写完以后，我整个人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我再上讲台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就倍增啊，几何式倍增啊，各位。所以我对你们第一次写的那个我为什么要成为演说家，说实话不满意，因为你没有用心。第2个作业啊，我让你们写的是你把演说当什么啊？有人说我把演说当工具啊，对吧？演说就是把屠龙刀倚天剑呀。我把演说当成爱好啊，因为我交了钱，所以我要学演说啊。因为我爸有我妈给我报了，让我来学演说啊。哎，你把演说当什么，他就把你当什么。这个世界是你意识的投射，你知道吗？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通过演说拿到结果啊？你们知道吗？因为你把演说当工具，对吧？你把演说当成一个普通的娱乐爱好，对不对？我把演说当成我的命，我把演说当成我的信仰，我把演说当成我的主，能听懂吗？各位？我把演说当成我的命啊！你把演说当什么，他就把你当什么，各位，真的。当年我跟我几个兄弟一起闯深圳，踏入深圳那刻起，我就问我那个兄弟，我说你赚到钱以后准备怎么办呀？我赚到钱回老家盖房。我说我来深圳那刻起，我就看到了那句话，来了就是深圳人，我来了就不走了。我要在深圳找到我的爱人，我要在深圳成家，我要在深圳立业，我要在深圳拥有我的孩子，我要成为深圳人，我要为建设深圳付出我的一份努力，各位。所以到最后，我们2个人的结果，一个人是在深圳干了没半个月、几个月就回老家了，现在还在老家，啊，1个月只能赚几千块钱。而我在深圳找到了我的爱人，
结了婚，生了我现在的孩子，买了第一套房子，拥有了我现在的事业。可以这样讲，我今天拥有的所有一切全是深圳给我的。在座各位，你把它当什么，他就把你当什么。所以我希望这30天的训练营，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课程，把它当成你的主，把它当成你的命，把它当成你的唯一，把它当成你的信仰。如果你把它当成你的信仰，还会抱怨没时间上课吗？没时间做作业吗？你把演说当什么，他就把你当什么。你把它当什么，他就能给你什么。所以演说是我的信仰，演说是我的命。在座各位，不跟你们开玩笑。曾经周老师演讲，受过无数人的利益蛊惑啊，跟我去做这个项目啊，凭你的影响力啊，这个一年赚几百个亿都没问题。利诱啊，也有人威逼啊，你再演说的话，得罪了我某个权贵的利益，对吧？就要像耶稣一样弄死你，对吧？在座各位，你今天拥有的所有一切都会没有啊！曾经周老师也犹豫过啊，曾经周老师也恐惧过，因为我也是个人。在2020年的时候，我去了寺院，然后呢理了光头啊，然后蹦极，然后跳伞，去做了我很多不敢做的事情，直面恐惧，直面死亡。直到最后我想通了，因为演说就是我的命，我爱演说就像科比爱篮球一样，你知道吗？就像周杰伦爱音乐一样，就像郎朗爱钢琴一样，就这种感觉，就是我的命，就是我的信仰。所以那一刻我就做了个决定，我要继续讲下去。就是因为这股劲儿，才能让真正的演说改变了我的命运。送你们一句话：演说改变命运。演唱可以感动人，但是演讲可以改变一个人。所以你把演说当什么，他就把你当什么。来，那我们就继续回到我们昨天的课程现场啊，回到我们昨天的第3个作业。你学到了什么？你悟到了什么？你体验到了什么？你的决定是什么？上课如果不生成决定啊，就是耍流氓。一定要给自己生成一个决定，你知道吗？啊，在座各位，昨天我们讲到了讲师有3大境界，听众也有3大境界，对吧？我为什么能够把老师的东西100%吸收学到？啊，是因为我空杯心态，对吧？就算听一个讲的很烂的老师，我也空杯心态，完全的吸收。吸收完以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原来他这样讲不好，啊，那他这个东西我得避免。就是我不管听谁讲课，我都有收获，啊，而且还有更高的，在座各位更高的，我昨天没讲啊，咱今天给大家讲。昨天给大家画了3张图，最后3张图啊，普通人听课是这样听的，你们只能收获这么一大点。在10几年前的周文强老师是这么听的，与老师完全重叠了，所以我能收获到老师的所有。那你们知不知道今天周文强老师怎么听的？今天周老师是这样听的，这个老师讲了这么多，我有这么多，你们能听懂吗？这个点完全是老师的内容被我吸收了，而因为吸收了老师的内容，我产生了无限的灵感。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我今天给你们揭露一个秘诀，好不好？你们不是很多人经常会问周老师，你的那高端的课都怎么背出来的？我今天告诉你个秘密，好不好？告诉所有人，所有人都没讲过。我的课程都是在别人的课程现场背出来的。哎，你们有人能听懂这句话吗？听懂了吗？我的课程都是在别人的课程现场背出来的。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今天我要开一堂新课，这个课程讲信仰，我没有讲过这个课程，我会去找一个讲灵性的老师，我会拿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笔记本，然后去上那个老师的课，几乎那个老师讲的内容，我会把它记到反页纸上，那他的内容。但是我在听他的内容的时候，我一定会生发出我的内容，我就会把那个内容记到正面纸上，然后每次上完课以后，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啊，有5章是那个老师讲课的内容，而我写了55章我生发的内容，这叫生发。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生发。我的所有课程都是在别的老师课程现场背出来的，
我在进入无我的状态在听他演讲，他的内容被我吸收了，然后呢，我站在无我的状态下，我进入无我状态了，就我坐在台上我是高我了，那还用说吗？直接下载，然后课程就背出来了。我的课程都是这么背出来的。我讲王者之道，我去听了一个历史老师的一个讲座，他讲历史非常厉害啊，讲大秦，讲大汉，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听，然后我就把王者之道课程背出来了。你会发现我背出来他的课程以后，就是有人说老师你这是不是抄别人的课程？我告诉你啊，各位，这绝对不是抄，因为这全是我的新内容。他的内容可能只占比例可能是1/10，而剩下9%内容全是我的。而且，虽然我讲了他的内容的1/10，你也听不到他的课程的痕迹。你们知道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被教育者教育出来以后，看不到任何教育者身上的痕迹。这句话能听懂吗？就是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被教育者教育出来以后，他身上看不到任何教育者的痕迹。就是我就跟你们这么说吧，我的有1/10的课程内容也是听别人讲的，但是你绝对会认为我是原创，就这么简单。就算你听了这个老师的课，再听我的课，你先听他的课，再听我的课，你都会觉得这是我的原创。有9%是我自己生发的；二，那就是我会把这1/10融到我的课程里，而且把它融得无痕，用我的方式再演绎一遍，演绎的比他还好。这就是教育的最高境界。被教育者被教育出来以后，身上没有任何教育者的痕迹，这就叫高手。所以，在座各位，不是说光讲课可以链接高我，你知道吧？连听课也可以链接高我。所以，如果昨天那个金字塔，对吧？你是用小我在听课，那一定是批判，不用说的。用大我听课，你是接纳、赞美，啊，用无我听课，那，你知道用小我听课是啥感觉吗？小我听课是这样的，这个老师不对，老师讲什么玩意儿？怎么行？什么玩意儿？不对，这也不对，这不对，这是小我。你知道大我听课是什么吗？对，哎，老师讲真好，第二天问他讲了啥，反正挺好，没了。那你知道用高我听课是什么感觉吗？就是这样。其实这张图画的不够好，